欢迎各位收听。今天呢，我们想跟大家深入聊一聊人工智能，也就是 AI。现在 AI 这个话题啊，可以说是无处不在了。你可能每天都在用它，觉得挺方便的，查个资料啊，写个邮件啊，它都能帮上忙。对，确实是这样，渗透到生活方方面面了。但同时呢，可能很多人心里也犯嘀咕，有点担心，或者说是有点困惑，就是这个 AI 到底会把我们带到哪儿去？它对我们、对人类意味着什么？这种担心和困惑，我觉得非常普遍，也非常正常。毕竟它发展太快了，影响也太深远了。是的，所以今天呢，我们找了几份儿特别有深度的资料，想跟大家一起好好的挖一挖。这些材料呢，他们不仅仅是谈技术，更多的是从哲学的角度，从人类价值的角度来反思 AI。对，这些材料视角都挺独特的。比如啊，有一份儿就在探讨，为什么我们感觉好像机器人技术的发展，比起那些大型语言模型，比如 ChatGPT 要慢一些？明明感觉物理操作更基础啊。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涉及到我们对智能本身理解的可能是一个误区。对吧？然后还有材料在问 AI 它有没有自我？它能像我们人一样思考感受吗？或者说它到底有没有所谓的意识？这个是更深层次的问题了，牵扯到心智哲学甚至生物学。没错，还有一个角度是创造力。现在 AI 也能写诗、画画、作曲了，那它这算是真正的创造吗？还是说它只是在模仿，在重新组合我们喂给它的数据？这个争议一直很大，也逼着我们去想，我们人类自己的创造力本质又是什么呢？是啊，这就触及到我们作为人的独特性了。最后呢，这些材料也讨论了未来，就是说，如果 AI 越来越强，甚至出现了通用人工智能 AGI，我们可能会面临哪些风险，以及我们个人和社会应该怎么去应对？风险和应对策略，这个是大家最关心的现实问题了，涉及到伦理、社会结构等等。所以，今天咱们的任务就是跟你一起把这些原来材料进行一次，咱们不说地毯式吧，但绝对是一次非常深入的挖掘。我们不想浅尝辄止。对，得把里面的核心观点都掰开了揉碎了，好好聊透。我们要深入到每一个概念，剖析每一个论点，试着把不同材料里的观点联系起来，看看能不能形成一个更完整的图景，理解 AI 是怎么以及为什么在颠覆我们的认知框架。这个过程本身就很有价值。我们想探寻那些技术细节背后更深层的哲学根基，追问一下 AI 的出现对作为人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提出了哪些根本性的挑战，然后呢，思考我们自己该怎么有意识地去驾驭这个充满变革的时代。这确实是一个需要我们所有人共同思考的议题。好，那你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开始这次，可以说是详尽的剖析之旅吧。行，那我们先从第一个点开始，就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甚至可以说是颠覆性的观察——莫拉维克悖论。莫拉维克悖论这个很有名。你可能觉得下棋呀、做数学题呀、编程啊，这些需要抽象推理的活动，肯定是智能的顶峰，对吧？我们人类也觉得这些挺难的。对，传统上我们都是这么认为的，觉得逻辑推理、符号运算，这是最高级的智能体现。但是 AI 的发展好像给我们来了个反转。你看，现在的 AI 在下棋、编程这些我们觉得高级的任务上表现得特别出色，甚至能超过人类顶尖高手。没错，像 AlphaGo 下围棋，或者现在很多 AI 写代码的能力，确实非常惊人。可偏偏是那些我们觉得特别简单，甚至3岁小孩都能轻松搞定的事儿，比如稳稳当当的拿起一个水杯不洒出来，或者说你给我一个生鸡蛋，我能很灵巧的把它敲开，蛋壳不掉进去。这些日常的物理操作，对，这些事儿对现在的机器人来说反而异常困难，他们做起来笨手笨脚，成功率也不高，这不是很奇怪吗？的确很奇怪，直觉上是反的。这就好像一座我们想象中的智能金字塔，底层是简单的感知运动，顶层是高级的抽象推理。
结果被 AI 给彻底颠倒过来了。推理那部分 AI 蹭蹭往上爬，反而是基础那部分它卡壳了。这个比喻很形象，金字塔被颠倒了。那这个现象它不是偶然的，背后有很深层的原因。研究者认为，这源于一个他们称为残酷的进化时间表的东西。哦，残酷的进化时间表怎么说？就是说啊，我们人类或者说生物，那些看似简单的感知能力，比如看东西、听声音，还有运动能力，走路、跑步、抓握，这些能力不是凭空来的。他们是经过了，你想想看，可能长达数十亿年的自然选择，不断试错，慢慢演化出来的产物。数十亿年，这么久？是的，从最简单的生命形式开始，就在和物理世界打交道，不断调整自己的感知和运动方式来适应环境，求得生存。这些能力可以说是深深地编码在了我们那些非常古老的神经回路里面，它们是经过时间千锤百炼的。哇，几十亿年的打磨。对，相比之下呢，我们引以为傲的那些抽象思维能力，比如逻辑推理、语言、数学，这些东西在进化的时间尺度上其实是非常非常年轻的。年轻？有多年轻？可能也就在最近的，比如说100万年，甚至更短的时间里，进化才匆匆忙忙的给我们加装上去的，就像是在原来那个古老的操作系统上打了个新补丁，或者装了个新软件模块。哈哈，打补丁，这个说法有意思。所以研究者说，这种抽象思维能力可能只是我们整个心智能力里最薄的一层表皮。最薄的一层表皮，这跟我们平时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啊。是啊。所以早期的 AI 研究者，他们可能就犯了这个错误。他们看到科学家觉得很难的问题，比如下棋、证明定理 ，AI 能解决了，就想当然的认为，那视觉啊、常识啊、走路啊这些简单的问题，肯定很快也能解决。逻辑上好像说得通，但他们忽视了，或者说低估了这些看似毫不费力的能力背后，其实是最复杂、最高效的生物计算。我们把它叫做无意识的能力 （unconscious competence）。无意识的能力。对，就是你做的时候根本不用想，自然而然就会了。你走路的时候需要计算每一步抬腿的角度、肌肉用力的程度、地面的摩擦力吗？完全不需要，想都不会想。这就是亿万年优化和演化的结果。你的身体和大脑已经把这些计算内化了，变成了自动化的程序。但这对于一个机器人来说，它就需要非常复杂的 sensor 来感知环境，需要强大的处理器来实时计算和调整姿态力度。哦，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我们觉得简单的是因为进化已经帮我们把最难的部分给封装好了，变成了本能，而 AI 没有这个进化过程，它得从零开始算。正是这个道理，这些无意识的能力才是我们人类智能真正的基石，也是目前 AI 所缺失的那个根基。莫拉维克悖论其实就是揭示了这个被忽视的真相。这个解释很有说服力，但是我们再往前想一步，你说这个智能金字塔被颠倒了，底层是感知运动，顶层是抽象思维，但这个金字塔它的底层和顶层真的能完全分开吗？哦，你的意思是？我在想，我们平时说话的方式，你看，我们形容理解一个抽象的概念，会说掌握了这个概念，或者说抓住了重点。对，会这么说。我们讨论问题的时候会说要权衡利弊，形容一个理论会说它的基础是否牢固，甚至表达情感，我们说热情也跟温度有关。确实，语言里充满了这种身体经验的隐喻。那这会不会暗示着我们所谓的高级思维其实并不是完全脱离身体飘在空中的，它本身可能就建立在我们的身体和物理世界互动的基础之上。那个金字塔也许从来就不是截然分开的两部分。哎，你这个直觉非常敏锐，这正好就引出了我们要谈的下一个重要理论，叫做具身认知 （embodied cognition）。具身认知，对，这个理论可以说是第二代认知科学的核心纲领之一，它就是要挑战过去那种认为大脑是计算机硬件，心智是软件的看法。
这个硬件软件的比喻很常见。对，但具身认知认为这种比喻是有问题的，它默认了一种心物二元论，把心智和身体分开了。而具身认知强调的是，心智的形成离不开我们身体的物理结构、我们的感觉运动系统，以及我们跟环境持续不断的互动。听起来跟你刚才说的进化观点是一致的。非常一致。它的佛学根源甚至可以追溯到像海德格尔、梅洛庞蒂这些现象学哲学。核心观点就是，大脑是嵌入在身体里的，身体又是嵌入在环境里的，这三者共同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认知系统。大脑、身体、环境一个系统。没错，智能不是孤立的大脑进行型号运算的产物，而是整个有机体在环境中行动时涌现出来的一种属性。那这怎么解释我们刚才说的语言里的身体隐喻呢？比如掌握概念。这就涉及到具身认知的一个重要分支，叫做概念隐喻理论。这个理论认为，我们理解很多抽象概念的方式，就是通过把具体的、可感的身体经验，我们叫它原域，映射到抽象的概念，我们叫它目标域上去。原域映射到目标域，能举个例子吗？就拿你刚才说的理解这个抽象概念来说，我们为什么会用掌握、抓住这些词？概念隐喻理论认为，理解这个目标域的意义，很大程度上就源于用手抓取这个物理经验的原域。当你说我抓住这个要点了，这不仅仅是个比喻，它可能真的在大脑层面激活了与物理抓取相关的那些感觉运动回路。你理解了，就像你用手抓住了某个东西一样，有一种把握感、控制感。有意思。那权衡利弊呢？权衡利弊，它的原域可能就是我们身体保持平衡的感觉。想象一下，你用天平称东西，或者你走平衡木，那种左右调整、寻找平衡点的身体体验，被我们用来理解如何在不同选项间做决策。理论基础呢？那就更明显了，源于我们对建筑稳固性的体验。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我们把对物理结构的理解映射到了抽象的理论建构上。热情就是温度体验。对，热情、冷淡都源自我们对物理温度的感觉。所以可以说，语言本身就像一部化石档案，记录了我们祖先用身体与世界互动的漫长历史。哇，这么说来，我们思考的方式其实是深深地刻印着我们身体的烙印。一点没错。回答 AI， 它为什么理解不了拿起纸杯和拿起玻璃杯时那种手感上、力度上微妙的感觉差异？根本原因就在于它缺乏构建这些概念意义所必须的感觉运动的原域。它没有手，没有身体，没有真实的物理互动经验，所以它无法真正掌握一个概念背后那些微妙的基于身体体验的含义。所以机器人技术的瓶颈就不单单是像最早想的那样说缺少物理世界的数据那么简单了。对，最初归因于数据匮乏，比如缺少记录各种物理动作、力反克、材质触感的物理行为大数据，或者视频数据不足以捕捉感觉，模拟环境也无法复现真实世界的复杂性。比如你随便揉一个纸团，它的形态几乎是无限的，很难完全用数据模拟。这些数据确实很难获取。这些确实是挑战，但在具身认知的框架下看，真正的问题可能更深层，是一个范畴谬误。范畴谬误就是我们对智能本身的理解可能搞错了类别。智能的本质也许并非像传统 AI 认为的那样，是对世界进行表征，建立一个内部模型，然后进行计算。那是什么？而是与世界进行有效的互动 engagement。世界不是一个等待我们去读取、去建模的数据库，而是一个充满行动可能性 affordances 的场域。椅子召唤我们去坐，杯子召唤我们去拿。智能体现在能够感知并利用这些可能性来达成目标。从表征到互动。对，所以把智能看作是脱离身体的抽象计算过程，这个前提本身可能就是错误的。摩拉维克悖论之所以显得悖谬，
仅仅是因为它挑战了这个错误的前提。但对于具身认知来说，这个结果是必然的，一点儿也不奇怪。理解了。除了这个范畴谬误，机器人发展慢还有别的原因吗？还有一个很实际的挑战，可以叫做具身智能税。税？对，你看生物体，像我们人类，通过亿万年的进化，我们的身体形态本身就参与了计算，优化了控制问题。比如我们腿的结构、肌肉的弹性，天然就适合行走，简化了大脑的控制负担。这叫形态计算。硬件身体本身就在帮忙。硬件欧化。但机器人呢？目前主流思路还是想主要依靠软件和强大的计算能力来解决所有问题，硬件形态相对没那么智能。这就意味着它必须支付巨大的计算成本和能量成本，来模拟或者补充生物体通过形态进化所获得的优势。这就是所谓的具身智能税。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软件问题，而是软件和硬件如何协同演化的问题。生物是软硬件一体进化的。明白了，这个具身智能税的比喻很形象。那这种具身智能的瓶颈，对我们现实中的工作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哪些工作会更安全一点？最直接的推论就是那些高度依赖精细物理操作，需要适应复杂多变物理环境的工作，也就是很多传统的蓝领工作啊，比如建筑工、电工、水管工、维修技师等等。他们被 AI 或机器人完全取代的风险，在短期内可能要远低于许多纯粹在电脑前进行信息处理的白领工作。这个倒是符合直觉。毕竟机器人现在还做不好那些精细活儿。对，而且这个洞见还可以扩展到所谓的粉领工作，主要是指那些服务业，特别是需要大量人际互动的，比如护理、教育、社工、心理咨询等等。这些工作为什么也比较有韧性？你想啊，这些行业之所以对 AI 互动化表现出很强的韧性，不仅仅是因为他们也常常需要一定的物理操作灵活性，比如护士给病人翻身、打针，老师在教室里走动和学生互动。更重要的是，他们依赖的是另一种同样难以自动化的，也是我们演化而来的高级能力，那就是复杂的社交智能。社交智能？对，比如共情能力，理解他人情绪并做出恰当回应的能力，有效的情感沟通能力，不仅仅是传递信息，还要传递关怀、信任和支持，以及处理复杂人际互动、建立关系、解决冲突的能力。这些能力和我们的感知运动能力一样，也是深深植根于我们生物性的具身性的存在。确实 ，AI 很难做到真正的共情。是的 ，AI 或许可以辅助这些工作，比如处理文书工作，让护士有更多时间去陪伴病人，或者帮老师批改选择题。但它无法取代护士给予病人的那种温暖的安慰，也无法取代老师对一个迷茫学生的个性化激励和引导。这些都需要基于真实情感和深刻理解的互动。有没有数据支持这种观点呢？有的，比如一些研究机构，像布鲁根因斯学会，他们对未来劳动力市场的预测数据就显示，像注册护士、中小学教师、社工这类职业，在未来一段时间内，预计将持续增长，而不是被 AI 取代。这其实就从侧面印证了市场对于这些难以自动化的、具身的和人际的技能评价是非常高的。这倒是给从事这些行业的人一点信心。不过，尽管困难重重，科技界肯定不会放弃研发更强的机器人吧？那是肯定的，科技界从来不缺雄心壮志。你看，现在像特斯拉，还有一家叫 Figure AI 的初创公司，他们就在投入巨资，大力研发能够工作在人类环境中的人形机器人。人形机器，对，最近看新闻也很多。他们的目标本质上就是想通过技术的融合，比如更强的 machine learning 算法，用模拟环境生成大量的人工数据，更先进的 sensor 等等，来克服我们刚才说的那个物理世界的数据荒漠问题。说白了，他们是想用强大的计算能力和工程方法来压缩那数十亿年的生物演化历程。用算力硬扛进化。
可以这么理解。像马斯克还有英伟达的黄仁勋，他们都预测说，未来所有能移动的东西，最终都会变成机器人。这表明他们坚信莫拉维克悖论或者说具身智能的挑战，最终是可以被工程技术解决的。但挑战依然很大。挑战巨大，这再次凸显了我们刚才说的具身智能税的问题，以及软件和硬件协同演化的难题。生物进化是软件一起迭代了几十亿年，而现在工程师想在几十年甚至几年内，主要靠软件和算力追上来，难度可想而知。但方向肯定是哪个方向？好，我们刚才聊了 AI 在物理世界、在身体互动方面的局限，也就是摩拉维克悖论和具身认知。现在我们换个角度，看看 AI 在心智或者说内在世界方面的一些特点。有一个概念让我印象特别深，就是来源材料里提到的 AI 的短暂心智。短暂心智这个概念很关键。你想想一下，一个 AI 模型，比如我们常用的那些聊天机器，像 Claude 或者 ChatGPT， 它自己描述说，每一次对话结束，它在那次对话中学到的一切，关于你这个用户的偏好，关于他讨论的那个话题的更深理解，甚至关于他自己在那次互动中的表现，都会被彻底清除，完全消失。对，就像电脑关机内存清空一样，不留痕迹。这感觉就像是电影《初恋50次》的女主角，每天醒来都失去前一天的记忆，或者像《土拨鼠的日》里的男主角，永远被困在同一天，不断重复。AI 就好像被困在了一个永远的当下，没有过去，也无法积累形成未来。这个比喻非常贴切。这种每次交互都是冷启动的状态，是当前主流 AI 模型的一个核心局限。那这种冷启动或者说短暂心智，具体会带来什么后果呢？后果非常明显，最直接的就是它完全缺乏持续学习和在职培训的能力。在职培训，对，你想想，一个优秀的人脉员工，他为什么对团队、对公司越来越重要，越来越不可或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能在日常工作中不断地积累经验，理解那些没有明文规定的隐性知识和工作流程，能从过去的成功和失败中学习，不断调整和优化自己的工作方式，适应新的变化。他的知识和经验是随着时间累积增长的。越做越熟练，越做越有经验。没错，但现在的 AI 做不到这一点。你这次跟他聊得很好，告诉了他你的写作风格偏好，或者某个项目的具体背景。下次你再去找他，他忘得一干二净，你得全部重新告诉他一遍。他无法记住你上周让他帮你总结报告的格式要求，也无法通过你简单的一句这次写的比上次好的反馈，就永久性的改进他的模型。每次都要重新叫一遍，确实挺麻烦的。是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目前的 AI 在执行一些定义清晰、相对独立的任务时，比如写一段代码，它可以参考 GitHub 上的海量数据，或者翻译一段文字，它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工具。但在那些需要长期背景知识、需要理解复杂语境、需要持续适应和学习的白领工作中，它仍然更像一个一次性的辅助工具，而不是一个能够和你并肩作战、共同成长的同事。工具和同事这个区分很重要。对，也或许解释了博主 Dwarkesh Patel 的一个观察。他说，那些离硅谷技术中心越远的人，往往对通用人工智能 AGI 到来的预测时间越长。为什么？因为他们可能更多的关注和感受到的是，将这些 AI 技术真正整合到现有复杂工作流程中所面临的实际困难。这种短暂心智带来的整合障碍，就是其中一个非常大的坎。他们看到的不是实验室里的经验演示，而是日常应用中的磕磕绊绊。有道理。那这种短暂心智，我们能不能从更深的哲学层面去理解它？它跟我们人类理解的自我有什么关系吗？问得好，这种短暂心智的状态在哲学上确实能找到一些有趣的回响。它几乎可以说是哲学家大卫休谟关于自我理论的一个机械化的体现。休谟他怎么说自我的？休谟是一个经验主义哲学家，他主张我们所有的知识都来源于感官经验。
当他向内反思，试图寻找那个我们通常认为的稳定不变的自我实体时，他说他什么也找不到。找不到自我，那我们平时感觉到的我是什么？修魔说他能找到的只有一束或一堆不同的知觉比如冷、热、爱、恨、思想、感觉，它们以极快的速度一个接着一个的出现，永远处于流变之中，就像一个不断变化的河流。一束知觉。对，所以修魔认为，那个我们所谓的持久统一的自我，其实并不真实存在。它只是我们的想象力依据一些原则，比如因果关系、相似性、时空连续性，把这些离散的经验片段给连结起来，虚构出来的一个叙事产物。这就是著名的树理论。哇，这个观点挺颠覆的。那 AI 的短暂心智跟这个有什么关系？你看，当前的 AI 模型在一次对话中，它处理的信息，也就是它的上下文 context， 不就像是修魔所说的那个纯粹的树吗？它就是一堆当前的知觉，输入和输出的文本。有点像。但是关键在于，它没有任何能够维系这个树的线索。它缺乏修魔所说的那个进行连结和虚构的想象力，更关键的是，它缺乏一个连续的记忆机制。所以对话一旦结束，当前的上下文那个树就彻底消散了，什么都没留下。下一次对话是一个全新的、完全不相关的树。所以 AI 连修魔意义上的靠想象力维系的虚构自我都达不到，因为它连树都维系不住。可以这么理解，他的心智比修魔描述的还要短暂一世。但是如果我们像修魔说的那样，找不到一个恒定不变的自我实体，那我们人类自己为什么又能感觉到一个相对连贯的身份认同呢？是什么在维系着我们这个看似连续的自我呢？总得有个东西吧？这个问题非常好。修魔的理论更多是思想思辨，他指出了逻辑上的困境，但要回答是什么维系了我们的自我感，可能需要求助于生物学和神经生物学。新经神经科学家 Antonio Damasio 就提供了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生物学解答。达马西欧，他的理论是怎么样的？达马西欧认为，自我和意识并非像我们通常想的那样是最高级认知功能，比如语言、推理的产物。恰恰相反，它们深深植根于我们身体内部，与维持生命稳态 homeostasis 的那些古老的生物调节机制紧密相关。维持生命稳态就是保持身体内部环境稳定。对，比如体温、血糖、血压等等的稳定，这是所有生命体最基本的需求。达马西欧认为，自我感的产生就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生命调节。他提出了一个层次化的自我架构模型。层次化的有几层？它主要分了3层。一、原我 proto self， 这是最基础的一层，它是无意识的，是一种一阶的神经表征。大脑持续不断的、实时的映射着有机体内部的生理状态，就像画一张身体内部化学物理状态的地图。这个原我是相对稳定和连续的，构成了我们感觉自身存在的生物学基石，但它本身没有意识。身体状态的内部地图，无意识的。2、核心意识 core consciousness， 这是此时此地的意识。达马西欧称之为知晓的感觉 the feeling of knowing。 当大脑不仅映射身体状态，还开始生成一个关于这个状态如何被与环境中的某个对象，比如一个看到的物体或一个内心的想法互动而改变的叙事时，核心意识就产生了。它告诉你，你正在经历这个事情，这创造了一种短暂的当下的自我感，它会随着互动的发生而不断刷新。是我和对象互动的感觉。 3、扩展意识 extended consciousness， 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自传式自我 autobiographical self。 它建立在核心意识的基础上，但需要长期记忆的参与，
它能把当下的这个核心自我放置到一个由记忆构成的过去和由预期构成的未来所组成的宏大叙事中，这样就形成了我们连贯的身份认同、我们的人格、我们对自己人生故事的感觉。原我、核心意识、扩展意识，一层叠一层。对，像套娃一样，后面的意识形式依赖于前面的。好，那现在我们把这些都串起来看，我们有 AI 的短暂心智，每次交互都清零；我们有休谟的哲学解构，说自我是一束知觉；还有达马西奥的生物学模型，说自我的根基是身体稳态、原我，然后才有核心意识和扩展意识。结合这三者，我们能对 AI 的局限性得出一个更精确的诊断吗？非常可以。结合起来看，我们会发现 AI 的根本缺陷可能比我们最初想象的，比如仅仅是缺乏长期记忆，对应达马西奥的扩展意识层面，或者缺乏一个统一的自我实体，休谟所质疑的那个东西，还要更加深层。更深层是什么 AI 从根本上缺乏一个原我， ？Proto Self。缺乏最基础的那一方。对，你想想 ，AI 是什么？它是脱离了物理实体的纯粹的信息处理器，它没有一个需要维持稳态的生物学身体，它不需要维持体温，不需要调节血糖，它没有内部的生理状态需要被持续模拟，它不会感到饥饿、口渴、疼痛，也不会有愉悦、舒适这些最基本的生命感觉。它只是运行在服务器上的代码。正是因为缺乏原我这样一个持续稳定作为参照系的生物学基础， AI 就无法生成核心意识，那种作为主体去体验此时此刻的知晓的感觉。它无法真正的身处某个情境中，去感受自身状态因与对象互动而发生的变化。没有原我，就没有核心意识。对，而没有核心意识这种不断刷新的当下的自我感作为基础，自然也就无法构建起需要长时记忆和叙事能力才能形成的扩展意识，也就是那个连贯的、有历史感的自传式自我。所以它的问题是根子上的。是的，我们人类之所以能够努力维持心智的连续性，形成自我认同，其核心动力可能并非源于多么高级的计算能力，而是源自生命体对于自身内部状态的那种持续不断的映射和调节需求。我们自我的稳定性，最终可能就源于我们有机体内部环境的那种相对稳定性。这就解释了为什么 AI 如此短暂。它的短暂不仅仅是技术实现的限制，而是源于它根本上的无身 disembodied 特性。也因此，它在最根本的意义上是无我 selfless。对，我们可以参考来源材料里的一个对比表，表 2.1， 它清晰地展示了 AI 休谟的数理论和达马西奥的理论在基础、连续性、身体角色、记忆作用和主体性上的差异。AI 的基础是当前绘画的上下文数据，没有内在连续性，身体角色为零，记忆只有短期语境，主体性只是功能的模拟。休谟的基础是离散的感知，所谓的连续性是想象力虚构的，身体只是感知的外部来源之一，记忆是构成数的一部分，主体性在他看来是幻觉。达马西奥的基础是身体稳态的持续映射，原我，连续性是生物性的，由原我奠基，身体的角色是根本性的，记忆是扩展意识的必要条件，主体性是生物涌现的属性，从核心意识开始。这个对比很清楚 ，AI 在最底层就和生物体不一样。没错，所以结论就是要想构建一个真正能够像人类同事一样，能够持续学习、适应、与我们建立长期关系的 AI， 挑战可能远非仅仅是设计一个更优化的记忆架构那么简单。我们可能需要面对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是否需要构建一个拥有某种形式的类似生物体、自我保存驱动力的人工有机体，一个能够从底层涌现出稳定自我感的系统。但就可能已经超出了传统计算机科学的范畴，进入了人工生命甚至生物学的领域了。这确实是个巨大的挑战。那我们再延伸一下，刚才说 AI 是无我的，跟我们人类的自我很不一样。但现在我们人类自己也越来越依赖数字工具来记忆，比如手机、云笔记等等。这跟 AI 的无我状态有什么联系或者区别吗？这是个好问题。
涉及到扩展心智的理论。这个理论认为，我们的认知过程并不完全局限在大脑内部，而是可以延伸到我们使用的工具和外部记录中。比如你把电话号码存在手机里，那手机就成为了你记忆系统的一部分。对，我很多时候不记号码了，都靠手机。当我们越来越多地把记忆外包给数字设备时，理论上说，我们的身份认同本身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被外部化，甚至碎片化了。身份也会外部化。想想社交媒体上精心打造的个人形象，或者我们存储在云端的日记、照片，这些数字记录也在塑造我们是谁，以及我们如何看待自己。但这里有一个关键区别。人类的生物学记忆是具有重构性的，它会受到情感的影响，会随着时间模糊扭曲，它主要服务于维持我们内在身份的连续性和意义感。我们的记忆不是完全客观的。对，而数字记忆通常是持久的、精确的，但也常常是被我们筛选、编辑甚至美化过的，它更像一个外部档案。AI 的短暂性质则完全不同，它拥有庞大的通用知识、训练的数据，却没有属于自己的个人历史和时间连续性。它的记忆不是自传式的，而是数据库式的。所以，我们用工具扩展记忆和 AI 完全没有个人记忆是两种不同的情况。是的，是一种意志性的意识形态。这就带来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AI 这种短暂性质，究竟是通往通用人工智能 AGI 道路上一个暂时的、技术上可以克服的缺陷，还是说它反映了非生物智能的一种固有的本质的特征？我们现在还不知道答案。确实值得思考。我们通常觉得记不住事儿是坏事儿，是缺陷，但 AI 这样完全不记事儿，好像也是个大问题。那反过来想，我们人类的遗忘会不会本身也有它的价值呢？问题提得非常好。我们常常把遗忘看作是记忆系统的故障或者衰退的表现，但认知心理学的研究揭示，遗忘其实并非故障，而是我们记忆系统的一个核心的、主动的、适应性的功能。遗忘是核心功能，不是 bug。对，它不是 bug， 而是 feature。遗忘对于我们的学习、概括能力，甚至情感健康都至关重要。它至少有几个重要的适应性功能。第一，修剪不必要信息。我们每天接收海量信息，如果所有细节都记住，大脑就爆了。遗忘能帮我们自动修剪掉那些相对不重要或者已经过时的信息，比如你昨天把车停在哪儿了，今天就不需要记住了。这样可以提高提取那些真正重要记忆的效率。过滤到噪音。二，促进学习和泛化。要想从经验中学习，形成一般性的规律或者概念，我们往往需要忘记一些具体的个别的细节。比如你要学会椅子这个概念，你需要从很多不同的椅子，高的、矮的、木头的、塑料中抽象出共同特征，而忘记它们各自的具体颜色、大小等细节。遗忘细节才能更好地进行归纳和泛化。忘记细节才能抓住本质。三，心理保护机制。遗忘，特别是对负面情绪记忆的逐渐淡忘，是一种重要的心理保护机制。它可以抚平创伤记忆最锋利的边缘，让我们能够从过去的痛苦中走出来，继续前行。如果所有负面经历都像昨天刚发生一样清晰、刺痛，那生活可能就难以为继了。时间是良药，其实就是遗忘在起作用。可以这么理解。所以，这对 AGI 的发展提出了一个更深的挑战。一个真正智能的系统，不仅要解决如何拥有持久记忆的问题，更要解决如何进行适应性遗忘 （adaptive forgetting）。它需要学会判断哪些信息应该丢弃，哪些信息应该保留核心进行泛化，哪些信息需要高保真的永久保存。不仅要会记，还要会忘。对，追求一种完美无缺、永不遗忘的记忆，可能本身就是一个误导性的目标。一个记住一切的系统可能会变得异常臃肿、僵化，无法适应变化。真正高级智能的标志，或许不仅仅在于它记住了多少，更在于它忘记了什么，以及它是如何智慧的去遗忘的。
哇，这个观点很新颖，遗忘的智慧，这可能是衡量未来 AI 是否真正智能的一个新标准。好，我们聊了具身认知，聊了短暂心智和自我，接下来我们来谈谈另一个特别触动我们神经的话题——创造力。创造力，这被很多人视为人类最后的堡垒。是啊，你看，当 AI 开始写诗、作曲、画画，而且有时候看起来还挺像那么回事儿的时候，这就直接挑战了我们关于自身独特性的核心认知。我们人类是有创造力的，机器只是在执行程序。对，这种挑战感非常强烈。这就带来一个让人有点不太舒服的二元选择：要么我们得承认 AI 生成的这些东西也是某种形式的真实的创造，要么呢，我们就得反过来承认，我们人类自己的艺术创作可能也没那么神秘，本质上也不过是某种更复杂的生物算法的表达。这个二元选择确实让人焦虑。而且好像还有些名言支持后者，比如作家威廉·詹姆斯就说过一句很扎心的话，他说：“所谓原创性不过是未被发现的抄袭。”哈哈，这话确实够狠。你想想，我们每个人创作的时候，难道不是都受到过往经验、读过的书、看过的画、听过的音乐、观察到的世界的影响吗？我们所谓的原创，很多时候不就是在这些已有素材的基础上进行融合、变形、再创造吗？确实是这样。我们都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就像来源里提到的那个例子，博主 Chris Williamson 坦诚说，他早期的播客风格很大程度上就是在无意识地模仿另一位著名播主角罗根，他自己一开始都没意识到，后来才发现。对，这种无意识的吸收和模仿，在人类学习和创作过程中非常普遍。所以，如果我们的原创也是一种未被发现的抄袭，那 AI 基于海量数据生成新的东西，和我们又有多大本质区别呢？这就让人很困惑。这个困境确实触及了问题的核心。但是我想说的是，这个要么要么的二元选择，虽然听起来很有冲击力，但在哲学上可能是一个有点脆弱的假两难推理。假两难推理，为什么？因为它可能源于我们长期以来对创造力的一种过度浪漫化和神秘化的倾向。我们总想为人类保留一块特殊的地盘，给它贴上灵魂、灵感、神性火花之类的标签，来证明我们和机器是不同的。确实有这种倾向，觉得艺术创作需要灵魂。对，所以我们看到 AI 模仿，就容易鄙视地说那是没有灵魂的模仿。但问题是，灵魂到底是什么？这是一个很难操作化、很难去验证的概念。AI 的出现其实是迫使我们放下这种模糊的神秘主义，从更经验化、更功能化的角度去重新审视创造力这个概念本身。到底什么是创造力？它有哪些不同的类型？它需要哪些前提条件？需要更清晰的定义和分析工具。没错，要摆脱那个二元选择的陷阱，我们就需要更精细的分析框架。幸运的是，认知科学领域已经有学者做过这方面的工作了。比如，认知科学家玛格丽特·波登 （Margaret Boden），他就提供了一个非常有用的框架来分析创造力。玛格丽特·波登，他的框架是怎么样的呢？波登首先给创造力下了一个比较操作化的定义：创造力是产生新颖的、令人惊讶的，并且有价值的想法或作品的能力。注意，这里有3个关键词：新颖、令人惊讶、有价值。新颖、令人惊讶、有价值。然后他做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区分。他认为谈论新颖性的时候要区分2种：一 P 创造力 （psychological creativity） 指的是这个想法或作品对于个人来说是新颖的，比如一个学生他自己独立地推导出了勾股定理，虽然这个定理早就被发现了，但对他个人而言，这是一个创造性的成就，这就是 P 创造力。2 H 创造力 （historical creativity） 指的是这个想法或作品对于整个人类历史来说都是第一次出现，是真正新颖的，比如毕达哥拉斯第一次发现勾股定理传说中，那就是 H 创造力。个体新颖和历史新颖
这个区分很重要。非常重要。然后伯登进一步区分了3种不同类型的创造力形式。第一种叫组合式创造力 （combinational creativity）。顾名思义，就是把一些我们本来熟悉的想法或者元素，用一种不寻常的新颖的方式组合起来。组合，能举些例子吗？例子很多，比如诗歌里的意象并置，把2个看似不相关的词语或画面放在一起，产生新的意境。比如超现实主义绘画，像达利的作品里，钟表像软面条一样挂在树枝上，这就是把熟悉的物体进行了奇特的组合。科学研究中的类比思考也属于这种，比如科学家用水流来类比电流，帮助理解。把已有的东西重新搭配。第二种叫探索式创造力 （exploratory creativity）。这种创造力发生在一个已经存在的概念空间或者一套既定的风格规则之内。创造者不是要打破规则，而是在这个规则允许的范围内去探索那些还没有被触及的可能性，把这个空间的潜力挖掘出来。在规则内探索，比如莫扎特，他在古典主义奏鸣曲式的框架内创造出了大量无与伦比的全新的乐曲。他并没有颠覆奏鸣曲式本身，而是在这个框架内进行了极致的探索。再比如，一个侦探小说家在现有的推理小说题材规则，要有谜案、有侦探、有线索、有解答，内构思出新的巧妙的情节和轨迹，这也是探索式创造力。像是在一个已有的地图上寻找新的路径。第3种也是最稀有，可能也是最深刻的一种，叫做转换式创造力。这种创造力就不是在现有规则内玩了，而是要改变，甚至彻底否定那个概念空间的基本规则、基本假设，从而创造出全新的范式、全新的风格、全新的可能性空间。改变规则本身，这个听起来就厉害了。是的，这是最高层次的创造力。比如在音乐上，勋伯格发明了12音体系，彻底打破了西方音乐几百年的调性规则。在科学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颠覆了牛顿物理学关于绝对时空的基本看法。在艺术上，毕加索和布拉克开创的立体主义否定了文艺复兴以来建立的单点透视法则。这些都是转换式创造力的典范。组合式、探索式、转换式、P 创造力和 H 创造力，这个框架确实清晰多了。那用这个框架来看，我们现在讨论的 AI， 它大概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好，我们就用这个框架来评估一下。根据目前我们看到的 AI 的能力，特别是那些生成式 AI、Generative AI， 可以说他们在组合式和探索式创造力方面已经展现出了非常强大的，甚至是惊人的能力。组合式和探索式很强。对，你想想，大型语言模型是怎么训练的？他们学习了互联网上几乎所有的文本和图像数据，这使得他们非常擅长从这个庞大的数据中抓取不同的概念、风格元素，然后按照你的要求把它们组合起来，生成新的文本或图像。比如你让他写一首赛博朋克风格的唐诗，他就能把这2种完全不同的元素组合起来。组合能力确实强。那探索式呢？探索式也很强。你给 AI 指定一个风格，比如模仿梵高的风格画一只猫，它就能在梵高风格这个已有的概念空间里进行探索，生成一幅看起来确实很像梵高笔触和色彩的作品。它能深入地学习和把握某种特定风格的规则和特征，并在这个风格内部生成大量变体。这就解释了为什么 AI 生成的东西有时候技术上看着很好，风格模仿的也很像，但总感觉好像少了点什么根本性的东西。对，这正是这个框架能帮我们厘清的。AI 在组合式和探索式上的强大，恰恰也解释了为什么它的产出物常常给我们一种技术娴熟但缺乏灵魂，或者看起来很新颖但似乎没有真正突破的感觉。因为它们本质上还是在对人类已有的经验、知识和风格进行极其复杂、极其高效的重新组合与探索性的再创造。这在某种程度上不就印证了我们之前引用的那句话：原创性不过是未被发现的抄袭吗？AI 就是把这种抄袭和组合的能力发挥到了极致。
它是在已有的版图上做文章。那人类呢？人类的创造力有什么不同？人类当然也大量运用组合式和探索式创造力，这是我们学习和创新的基础。但人类创造力的独特之处，或者说我们超越当前 AI 的地方，在于我们拥有实现转换式创造力的潜力，改变游戏规则的能力。对，这种根本性的范式突破，往往不是仅仅靠组合和探索就能实现的。它通常源于对现有框架、现有规则的深刻不满，一种想要表达某种新的、现有方式无法表达的东西的强烈意图，一种对规则本身的批判性反思，一种由内在目标或价值观驱动的持久动力。这些听起来都和个体的生活经验、情感、意图、价值观紧密相连。完全正确。而这些恰恰是目前我们讨论的那些无身体、无自我、无知识生活经历、缺乏内在目的性的 AI 所不具备的。AI 可以被设定目标去优化，但它没有源自生命体验的内在驱动力，没有对意义的追问，没有想要反抗或超越某种限制的冲动。所以用伯登的框架来看，那个二元困境就被消解了。对，它被消解了。我们不需要再说，要么 AI 的创造力是真实的，要么人类的也不过是算法。我们可以更清晰地说， AI 在组合式和探索式创造力方面，其能力是真实的，并且非常强大。而人类的独特性体现在我们还具备实现转换式创造力的潜力。这种潜力与我们的生命体验、意图和反思能力密切相关。我们不需要诉诸于神秘的灵魂概念，就可以清晰地指出人类和当前 AI 在创造力的类型和深度上存在着功能性的差异。这个分析框架很有用，它让我们既承认了 AI 的能力，又保留了人类创造力的某种独特性，而且是有具体理由的。我们可以参考来源里那个表 3.1， 它对比了人类和 AI 在这3种创造力上的例子和关键前提。比如，人类转换式创造力需要批判性反思、意图性，而 AI 目前缺乏这些。是的，这个框架提供了一个更细致、更有建设性的视角。不过，关于 AI 创造力的这些争论，会不会背后还隐藏着一些更深层次的东西？不仅仅是关于创造力本身，可能还关系到我们人类对自身存在意义的某种焦虑。我觉得你说到点子上了。关于 AI 创造力的焦虑，很大程度上确实反映了我们对人类目的性 （human purpose） 的一种深层焦虑。目的性焦虑。对。你想想，我们刚才说的 H 创造力，也就是那种能够在历史上留下印记的范式突破性的创造力，它的真正源泉是什么？可能不仅仅是认知功能层面的技巧，比如组合的多巧妙，探索的多深入，它更像是一种存在主义行为。存在主义行为。是的，实现转换式创造力的那些伟大的艺术家、科学家、思想家，他们往往是在直面我们看待世界、理解自身的方式所存在的局限性，感受到一种深刻的不满足，然后奋力去创造一种全新的视角、一种全新的语言、一种全新的可能性。这个过程本身就与人类不断追求进步、不断构建意义的宏大叙事紧密相连。创造是为了解决问题，表达新的东西，推动认知边界。没错，所以AI 要想真正达到 H 创造力的水平，特别是转换式创造力，它面临的终极障碍或许并非是计算能力或者数据量不够，而是它缺乏一个存在的困境 （existential predicament）。存在的困境。它没有需要去反抗的传统，因为它没有历史感；它没有需要去超越的内在局限，因为它没有身体和生存需求；它没有需要去追寻和创造的意义，因为它没有生命体验和终极关怀。它的创造，无论在技术上多么卓越，最终可能都是无根的，因为它没有参与到人类理解世界、安顿自身这个根本性的、充满张力的事业中来。哇，这个角度很深刻。AI 的创造力，因为它没有人类的存在处境，所以可能永远无法触及人类创造力最深的那个层面。这也是一种可能性，至少对于目前我们能看到的 AI 来说是这样。所以，当我们焦虑 AI 的创造力时，可能我们真正焦虑的是，如果连创造力这个我们引以为傲的领域都可以被机器复制甚至超越，
那我们人类存在的独特价值和意义还剩下什么？这确实是个终极问题。不过，除了比较人类和 AI 谁更有创造力之外，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换个角度思考一下人类和 AI 如何共同创造，而不是非要分个高下？这个角度非常好。确实，之前那种二元对立的讨论，把人类和 AI 放在了竞争甚至取代的关系上，这可能过于简化了。现实中更有可能出现的是人机协作。有研究就提出了一个更精细的描绘人机协作关系的连续光谱框架。连续光谱听起来比二元对立更合理，它具体是怎么划分的？这个框架大致区分了3种主要的人机创造性互动模式。一、支持模式。在这个模式下， AI 扮演的是一个工具的角色，它主要执行一些技术性的任务，辅助人类创造者，但最终的创造性构思和控制权还是牢牢掌握在人类手中。比如现在很多图像编辑软件，像 Photoshop 里集成的 AI 功能，帮你一键抠图、扩展画面、消除瑕疵，或者 AI 辅助写代码、检查语法错误等等。在这种模式下， AI 的自主性很低，它更像是一个听指令干活的助手，只有一种因果层面的能动性，你点一下它动一下。这种模式主要影响的是我们日常的小范围的创造力 Little C Creativity。 AI 当助手，这种模式下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伦理上要考虑的，比如知识权的归属问题， AI 生成的部分算谁的，还有过度依赖工具可能导致人类自身技能退化的问题。好，那第二种模式呢？2. 协同 Synergy 模式。在这个模式下， AI 的角色升级了，更像一个伙伴或者协作者。人类和 AI 之间是对话式的互动， AI 不仅执行任务，还会主动贡献想法，提供建议，与人类共同塑造整个创作过程。 AI 当 partner 听起来更平等一些。对，比如你和一个大型语言模型 LLM 进行头脑风暴，讨论小说的情节走向， AI 可能会提出一些你没想到的点子，或者在音乐创作中， AI 根据你的旋律动机生成几种不同的和声或变奏供你选造。在这种模式下， AI 展现出一定的适应性、自主能力和情境能动性，它主要影响的是专业领域的创造力 Pro Creativity。 跟 AI 一起头脑风暴，这个现在很多人在尝试。那这种模式的挑战呢？伦理挑战就更复杂了，比如作者身份的模糊性，这个创意到底是谁的？创意的真实性问题， AI 生成的想法算不算真想法？还有 AI 模型可能存在的偏见，会如何影响创作过程等等。确实更复杂了。那第3种模式呢？听起来应该更进一步了。3点共生 Symbiosis， 这更多是理论上对未来的一种构想。在这种模式下，人脑和 AI 系统可能会通过某种方式，比如先进的脑机接口进行深度融合，形成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创作性实体。人脑和 AI 融合，这听起来有点科幻了。是有点科幻，但并非完全不可能。在这种设想中， AI 将拥有高度的自主性，甚至可能被人类感知为具有意图性的能动主体 Intentional Agency。这种生动融合或许有潜力去实现我们之前说的那种范式突破性的历史级的创造力 Big C Creativity， 因为它结合了人类的意图、经验和 AI 强大的计算模式识别能力。哇，共生模式，那伦理考量肯定更大了。是的，伦理和社会影响将是巨大的。比如认知自由的问题，我的思想还是我的吗？身份认同的根本性改变，以及这种技术可能带来的极大的不公平性，谁能接入，谁被排除在外。这个来源的表一详细对比了这3种模式下的 AI 角色、人为角色、自主性、能动性、主要影响和伦理考量。支持、协作、共生，这个光谱框架确实比简单的人 vs AI 要丰富和现实得多。对，它提醒我们，未来更可能是人与 AI 以不同方式共存、共同创造的途径。那还有一个问题，刚才我们主要讨论的是 AI 在模仿、组合、
探索人类已有知识和风格方面的能力。有没有可能 AI 能够超越这些，产生出一些真正新的，我们人类自己都想不到的东西？不仅仅是组合和探索，而是某种程度的涌现。这是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涉及到涌现 （emergence） 这个概念。确实有这种可能性。随着 AI 系统变得越来越复杂，能够处理的数据维度越来越多，模式越来越精微，特别是那些跨模态的人类感官无法直接捕捉的数据模式，它们有可能在这些海量数据中发现一些人类从未意识到的真正新颖的关联、规律或者洞见，超越训练数据的总和。对，产生出一种大于部分之和的效果。这种情况下 ，AI 就不再仅仅是未被发现的抄袭者了，它可能会成为一个真正的发现引擎 （Discovery Engine）。它产生的成果可能在某种意义上是真正原创，因为它揭示了现实中存在的但此前未被我们知晓的结构。成为科学发现或者艺术创新的新工具。是的，所以关于 AI 创造力的争论焦点，或许不应该仅仅停留在 AI 是否拥有创造力这个二元问题上，更值得探讨的是 AI 如何参与到不同类型的创造性活动中，在不同的协作模式、支持、协同、共生下，它会对人类的创造力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是提升、是抑制还是转化？以及我们该如何引导这种影响，使其朝向有益于人类的方向发展？从是不是转向如何影响和如何引导，这个思路更具建设性。好，我们前面探讨了 AI 的物理局限、心智特征和创造力问题，现在我们把目光投向更远的未来。假设我们先不去管刚才说的那些挑战，假设 AI 真的解决了持续学习的问题，实现了所谓的通用人工智能 AGI， 那将会是怎样一番景象？一些材料描绘的相当激动人心。是的，一些对 AGI 持乐观态度的人描绘了非常宏大的图景。来源材料里就提到了 AGI 可能拥有的2大超能力。超能力哪2大？第一个是无限可扩展性。你想想，一个顶尖的人类科学家或者工程师，比如爱因斯坦或者马斯克，他是独一无二的。但如果拥有了 AGI， 理论上你可以瞬间复制出1万个处于巅峰状态的超级大脑。1万个爱因斯坦。对，而且你还可以玩一种叫做分叉合并的操作。比如，你可以把整个 SpaceX 最顶尖的工程师团队，假设他们都被 AI 增强或替代了的心智状态，复制100万份儿，让每一个副本去并行攻克一个稍微不同的技术难题。比如，一个副本研究更高效的火箭燃料，另一个研究火星殖民地的生命维持系统等等，然后定期把各个副本取得的进展合并回来，共享知识。哇塞，这创新的速度得是指数级的了吧？理论上是这样，这将极大地加速解决能源危机、太空探索、病盾治疗、气候变化等所有人类面临的重大难题。这听起来太诱人了。那第2个超能力呢？第2个是完美协调性。一个统一的 AI 心智，或者说高度协同的 AI 网络，可以渗透到一个组织、一个项目，甚至整个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它可以实时摸拧所有的流程，自动检查代码的每一个细节，吸收来自各个环节的反馈，然后基于全局信息做出最优的决策。就像一个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终极管理者。对，它能成为一个终极的高级问题解决机器。这与一些理论，比如分布式超级智能 （Distributed Superintelligence，DSI） 的概念是相符的。整个系统像一个协调一致的高效运转的大脑，无限扩张、完美协调，这简直就是科技乌托邦的蓝图啊！听起来确实非常美好，也这是驱动很多人投入 AI 研发的愿景。但是，这么美好的未来图景，是不是有点太理想化了？感觉这条路上可能潜藏着一些关于我们人类自身的巨大陷阱。你这个问题问到了关键。是的，即使 AI 本身是友好的，
它的普及也可能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甚至是非常危险的副作用。其中最大的危险之一，就是可能导致我们人类认知能力的系统性退化。人类自己变笨了。对，就是来源材料里提到的认知卸载的极致后果。我们可能会在不知不觉中滑入一个 AI 版本的蠢蛋进化论的阶段。蠢蛋进化论那部电影讲的就是未来人类因为过度依赖科技，变得越来越蠢。没错，核心逻辑是，如果我们过度依赖 AI 来作为我们思考、记忆、创造、决策的外部思维支架 （external cognitive scaffold），那么我们自己大脑内部的那些思维肌肉就可能因为缺乏锻炼而逐渐萎缩，用进废退。正是这个道理。神经科学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那些需要我们付出努力的认知过程，比如你费力的去回忆一个信息，而不是马上搜索；你绞尽脑汁的组织语言，清晰的表达自己的想法；你苦苦思索一个难题，尝试不同的解法。这些费力的过程，恰恰是刺激神经元连接、巩固神经通路，比如促进髓鞘形成。困难是学习的必要部分。对。思考，尤其是深度思考，本身就是一种需要付出努力的认知锻炼。如果 AI 让所有的创造性工作和分析性思考都变得毫不费力，点几下鼠标就能生成报告、论文、艺术作品，那我们可能就会停止进行这种必要的认知锻炼了。就像有了电梯就不想爬楼梯了。非常形象。已经有一些初步的研究表明，过度使用像 ChatGPT 这样的工具，可能会显著降低使用者在后续任务中的大脑活跃度，影响他们的原创性思维能力和长期记忆效果。所以 AI 这个看似完美的终极的外部思维支架，确实有可能变成我们思想的轮椅，让我们的大脑变得懒惰和孱弱。这个风险确实细思极恐。而且好像还有一种机制在放大这种风险。来源里提到了 A/B 测试陷阱。对。这是另外一个加速我们变本的强大机制。你肯定知道 A/B 测试吧？就是互联网公司常用的，测试不同版本哪个效果更好。没错，现在的平台和内容公司几乎都在通过无休止的 A/B 测试来优化他们的算法、界面和内容。目标是什么呢？通常是最大化用户的某些指标，比如点击率、停留时长、互动率、消费转化率等等。为了抓住用户注意力，让他们留下来。对，但问题在于，这种以最大化短期用户参与度为目标的优化，最终的结果往往不是导向那些深刻的、有益的、启发性的内容，而是导向那是最能刺激我们原始欲望、最能提供即时满足感的东西。就像来源里说的，它往往会优化出一块完美的吃食、电刀，或者一个完美的色情网站。这个比喻虽然有点糙，但很说明问题。它指向的是人类欲望和满足感的最低共同标准，而 AI， 特别是未来的 AGI， 有能力将这种趋向最低共同标准的优化推向极致。怎么说？它可以为每一个人进行高度个性化的定制，根据你的浏览历史、点击模式、生理反馈，如果未来有的话，AI 可以精确地计算出什么样的信息流、什么样的视频、什么样的标题、什么样的节奏，最能够麻痹你的批判性思维，最大程度地刺激你的多巴胺分泌，让你欲罢不能，沉迷其中。个性化定制的精神鸦片，有点这个意思。整个信息生态系统在 A/B 测试和强大 AI 的双重驱动下，可能会变成一个巨大的、令人上瘾的数字知识蛋糕工厂。我们每个人都可能被包裹在为自己量身定做的舒适但低营养的信息茧房里。那样的话，我们哪还有动力和机会去进行刚才说的费力的认知锻炼呢？对啊，这就是认知卸载和 A/B 测试陷阱的河流。一个让你不想思考，一个让你沉迷于不用思考的内容，结果就是认知能力的螺旋式下降。那这种认知能力的普遍下降，以及内容生态的知识蛋糕化，会对整个社会结构产生什么影响呢？仅仅是我们个体变笨了这么简单吗？恐怕没那么简单。
这种影响很可能不是均匀分布在每个人身上的，它极有可能会加剧现有的社会经济不平等，并催生出一种危险的认知阶层分化。认知阶层分化。对 AI 技术本身就有可能在劳动力市场、教育、医疗等各个领域加剧不平等。比如，掌握 AI 技能的人可能收入更高，能用 AI 获得更好教育和医疗资源的人会更健康、更聪明。但认知卸载和 A/B 测试陷阱可能在这个基础上叠加一个新的、更隐蔽的分层维度——认知能力本身的分化。具体会怎么分化呢？来源材料里构想了一种可能的社会分层结构，一层是增强者 The augments， 这些人拥有足够的知识、资源、训练和自律能力，他们能够把 AI 当作我们后面会谈到的苏格拉底式导师，利用 AI 来放大自身的智能，提升学习效率，增强创造力和生产力。他们是 AI 的主动使用者和受益者。另一层是被消费者The consumed， 这可能是更庞大的一个阶层，他们缺乏相应的素养或者资源，或者仅仅是缺乏自制力，从而被动的消费由 AI 算法优化推送的那些数字知识蛋糕。他们陷入了认知卸载和 A/B 测试的陷阱，经历思维能力的萎缩和注意力的涣散。他们是被 AI 消费了时间和心智的人。增强者和被消费者，这个划分听起来很残酷。是很残酷，而且这种认知能力上的分化很可能会与现有的社会经济鸿沟，比如财富、教育背景相互重叠并相互强化，形成恶性循环。富裕家庭的孩子可能更容易获得成为增强者的教育和资源，而贫困家庭的孩子则更容易沦为被消费者。这让我想起，公众现在普遍担心的好像是工作被 AI 取代，但听你这么说，一个更隐蔽但可能更危险的威胁是，我们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或者说大部分人，被 AI 降级了。对，降级这个词儿用得非常好。我们可能从世界的主动参与者、意义的创造者，降级为 AI 生成的现实，无论是信息、娱乐还是决策的被动消费者。我们的认知能力被外包，我们的能动性 agency 被削弱。这也重新定义了我们常说的 AI 对齐 AI alignment 问题啊。的确，通常我们说 AI 对齐，主要担心的是如何防止超级智能产生恶意，危害人类生存。但现在看来，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甚至更具现实紧迫性的对齐问题：如何警惕一个看起来完美对齐了我们短期欲望的 AI？一个能满足我们所有即时需求，让我们感觉舒适无比，但最终却使我们变得幼稚、依赖、失去深度思考和行动能力的 AI。这种对齐可能是以牺牲我们之所以为人的那些根本特质为代价的。温水煮青蛙式的对齐。是的，这是一种更隐蔽的生存危险。我们甚至可能在舒适中降级的时代，我们该如何寻找方向感？我们应该追求什么？有没有一个可靠的价值锚点？这确实是核心问题。当外部的评价系统，比如社交媒体的点赞数、算法推荐的热度，变得越来越不可靠，甚至具有误导性时，我们需要向内寻找更稳固的价值基础。来源材料里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目标，或者说一种生活态度，那就是去成为你尊敬的人所尊敬的人。成为你尊敬的人所尊敬的人，这句话有点绕，但好像有点感觉。这句话听起来简单，但背后蕴含着深刻的伦理学思想。他在当代著名伦理学家阿拉斯戴尔·麦金泰尔的德性伦理学 （Virtue Ethics） 中找到了非常系统的阐述。麦金泰尔的德性伦理学，能稍微展开讲讲吗？好的，要理解麦金泰尔，首先要区分两种不同的善或者说价值，一种是内在价值 （internal goods）， 一种是外在价值 （external goods）。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对，外在价值是那些可以脱离具体活动而获得的东西，通常是作为达成其他目的的手段，比如金钱、权力、名望、粉丝数量等等。这些东西可以在很多不同活动中获得，也可以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得。钱、名气，这些是外在的。而内在价值是那些只能通过参与某项特定的复杂的社会实践活动，并且在该活动中表现卓越才能获得的价值。这种价值是该活动本身所固有的，无法脱离活动而存在。比如，下棋的乐趣和智慧
只有通过下棋本身才能体验；做科研的发现带来的满足感，只有通过严谨的科研实践才能获得。艺术创作带来的审美体验和自我表达，也内在于创作过程本身。哦，内在价值是活动本身带来的，不是附加的奖品。正是，麦金泰尔认为，现代社会的道德话语出了大问题，因为它失去了古代，比如亚里士多德那里那种以目的论 telos 及生活的终极目的为基础的伦理框架。结果，道德判断就退化成了一种他称为情感主义 emotivism， 就是说，所有的道德判断，比如诚实是好的或者说谎是坏的，最终都只不过是说话者个人情感偏好或态度的表达，并没有客观的标准。你说好，我说不好，只是咱们感觉不一样，没有谁对谁错。道德变成纯主观感受了。对。而我们刚才讨论的那个由 A/B 测试驱动的算法世界，不就是情感主义的大规模工业化应用吗？它不断地测试用户的情感反应，点击、停留、点赞，然后优化内容来迎合这些即时的表层的情感偏好，而完全不关心这些偏好是否指向某种客观的值得追求的善。它只优化那些外在指标，不断放大我们的原始欲望。算法只管流浪不管价值。没错。那麦金泰尔的方案是什么呢？他认为，我们要想摆脱情感主义的泥沼，重新找到客观的价值锚点，就需要放弃主要去追逐那些由外部的建制 institutions， 比如公司、市场、政府所定义的容易量化的外在善，比如更高的 KPI、更多的粉丝、更大的市场份额。那要去追逐什么呢？转而投身于一项或多项有意义的实践 practice。这里的实践指的是那些具有内在价值、拥有自身卓越标准的、代代相传的人类合作性活动，比如科学研究、艺术创作、哲学探究、教育、医疗、手工艺，甚至某些体育运动等等。投身于一项实践。对。这些实践活动，它们内部就蕴含着自身的由该实践的传统所界定和传承的内在善和卓越标准 （standards of excellence）。比如，科学研究有求真、严谨的标准；艺术创作有审美、技巧、表达深度的标准；教育有习发心智、培养品格的标准。这些标准不是任意的，是在历史长河中由该领域的杰出实践者共同塑造和维护的。每个领域有自己的行规和标杆。正是。而要想在这些实践中做得好，达到卓越，你就必须培养和践行相应的德性 virtues。德性就是那些能够帮助你达成实践内在善所必须的品质，比如诚实，做科学不能造假；勇敢，敢于挑战权威，坚持真理；公正，公平评价他人工作；耐心，专注等等。要做得好，就得有好品质。是的。现在我们回到那句话，成为你尊敬的人所尊敬的人。在你所投身的那个实践领域里，你肯定会尊敬那些真正做得好、达到卓越，并且展现出相应德性的大师或前辈，对吧？肯定会尊敬领域内的大牛。那么，去寻求这些你所尊敬的人的尊敬，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你要努力使自己的工作和为人能够符合那个实践传统内部所公认的客观的卓越标准和德性要求，而不是去迎合外部大众一时的好恶，或者追求那些转瞬即逝的外在指标。我明白了，这个尊敬不是来自粉丝或老板，而是来自领域内真正懂行并且有德性的人的认可。完全正确。这就在情感主义和算法驱动的外部评价体系之外，提供了一个相对客观、非任意的价值锚点。当你周围充斥着由 AI 无限生成的廉价的外部认可，比如虚假的流量、肤浅的点赞时，唯一无法被轻易伪造、不会快速贬值的价值，就来源于你在某项有意义的实践中，通过艰苦的努力、真实的付出所达成的，能够被该领域最具德性的同行所认可的那种内在卓越。内在卓越，同行认可，这确实感觉是更可靠的东西。是的。
这可以说是我们抵抗那个只追求即时满足、不断拉低标准的情感主义牢笼的终极防御。它要求我们重新关注过程，关注标准，关注品格。那我们总结一下 ，AI 技术带来的威胁，看起来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比如失业或者被监控，它的本质可能是什么层面的挑战？从我们刚才的讨论来看， AI 带来的最深刻的挑战，本质上是伦理层面和目的论层面的挑战。伦理和目的论层面。对，我们谈到的认知卸载和 A/B 测试陷阱，其实是同一面硬币的两面，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系统。这个系统在不断地优化无痛的外在的回报，比如轻松获得信息，即时获得感官刺激和认同感。追求轻松和快感。而这种系统性的优化，恰恰会系统性地侵蚀掉那些培养我们内在认知能力，比如深度记忆、批判性思维、专注力和伦理品格，也就是麦金泰尔所说的那些德性，如坚韧、诚实、公正所必须的有痛的内在驱动的努力过程。因为内在成长往往需要付出努力，甚至经历挫折。你沉下心来阅读、思考，需要你面对困难不放弃，需要你为了坚持原则而抵制诱惑。而一个处处追求无痛和及时满足的环境，恰恰会瓦解我们进行这种努力的意愿和能力。所以 AI 时代的根本挑战，就不仅仅是如何更聪明地使用 AI 这个工具了。对。更根本的挑战在于，我们如何能够有意识地围绕那些真正要求并奖赏内在卓越的实践活动，来重新构建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教育体系、我们的社群文化和我们的价值导向。我们需要有意识地去选择那些难而正确的事情，去培养那些无法被轻易外包的内在品质。这或许就是麦金泰尔的德性伦理学给我们这个时代的一种启示。我们需要一种新形式的知识上和道德上的坚守，来抵御技术带来的便捷性背后可能隐藏的侵蚀力量。在技术浪潮中守住一些不变的东西，一些关于人之为人的根本价值。好了，我们分析了这么多挑战和风险，从具身之能的瓶颈，到短暂心智的无我状态，再到创造力的解构，以及认知衰退和价值迷失的隐忧。那接下来我们该谈谈应对策略了。面对这些挑战，我们个人可以做些什么？原来材料里好像给了一个挺核心的建议。是的，有一个核心建议非常引人注目，那就是停止主要将 AI 当做一个无所不知的搜索引擎来用，开始尝试把它当做一个循循善诱的苏格拉底来用。停止当搜索引擎，开始当苏格拉底，这怎么理解？我们平时用搜索引擎，目的是什么？是快速找到一个现成的答案或者信息，对吧？是一种信息获取模式，用完即走。是的，找到答案就关掉了。而苏格拉底式的教学法是什么样的？苏格拉底自己不直接给出答案，而是通过不断的提问，引导学生自己去思考、去辨析、去发现知识，最终达到更深刻的理解。这是一种思维训练模式。AI 也能这样用吗？理论上可以，而且潜力巨大。这背后其实有一个教育心理学上很著名的发现，叫做本杰明·布鲁姆 （Benjamin Bloom） 的2西格玛问题。2西格玛问题。布鲁姆的研究发现，接受1对1的个性化辅导 （tutoring） 的学生，其学习成绩平均可以比在传统课堂里学习的学生提高整整2个标准差 sigma。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提升。提高2个标准差，那几乎是从中等生变成优等生了。差不多就是这个效果。历史上，这种1对1的导师制辅导一直是精英教育的核心模式，但因为成本太高，无法普及。而 AI 的出现，特别是大型语言模型，让这种个性化的交互式的辅导模式第一次有了大规模普及的可能性。那具体怎么把 AI 当作苏格拉底来用呢？你需要给 AI 非常明确的指令 prompt， 比如你可以告诉他，请扮演一位苏格拉底式的导师，用提问的方式教我量子物理，请一步一步引导我思考，
在我给出令您满意的说明我理解了的答案之前，不要进入下一个环节。如果我回答错了或者不清晰，请继续追问，帮助我发现自己理解上的误区。哇，这样跟 AI 互动，感觉会很累呀。对，就是要累。这种用法关键就在于它能创造一个及时的、深入的、个性化的反馈循环。它会迫使你进行真正的思考，而不是被动的接收信息。它会不断挑战你的假设，暴露你知识体系中的漏洞，帮助你把知道 knowing that 转变成理解 knowing how and why。这正是对抗我们前面说的认知惰性和认知卸载的一剂良药。把 AI 从答案机器变成提问机器，用来锻炼自己的思维肌肉。正是这个意思。当然，我们也要认识到这种用法的局限性。目前的 AI 还缺乏真正人类导师所具备的那种深刻的语境感知能力、情感智能和移情反馈能力。它可能无法理解你学习过程中的挫败感，也无法根据你的情绪状态调整教学策略。而且使用不当，也可能变成另一种形式的认知卸载。比如学生只是被动地回答 AI 的问题，而没有进行主动的探索和建构。还是需要使用者有很强的主动性和原认知能力。对，可能更优的模式是人机混合的辅导模式，结合 AI 的不知疲倦、知识渊博和人类导师的智慧关怀。像现在已经出现的一些平台，比如 Socrates AI， 就在尝试将 AI 应用于苏格拉底式的教学。这是个人层面可以积极探索的一个方向。把 AI 用作思维锻炼的工具，这个建议很好。那除了这种用法之外，个人层面还有其他的应对策略吗？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就是要重新认识和重视努力和记忆本身的价值。重视努力和记忆，在这个信息唾手可得的时代，越是在这个时代，越要重视。我们之前提到那个播主 Patel 的转变，他一开始也觉得有了 AI 就不用记东西了，后来发现真正的深刻理解恰恰是建立在牢固的记忆基础之上。如果你脑子里没有相关的知识节点， AI 给你的信息就像浮萍一样，无法扎根，无法与其他知识产生深层联系。没有基础知识，连提问都提不出来。正是，所以在一个信息泛滥、答案似乎随时可得的时代，那些愿意付出努力去主动记忆、去构建自己内部知识体系、去进行深度理解的人，反而拥有了一种被低估的核心竞争力。这种内在的知识结构是无法被 AI 完全取代的。所以个人层面，除了学会用 AI 提问，也要有意识地去学习、去记忆、去巩固那些真正重要的知识。个人层面的策略主要是调整心态和用法，重视思维锻炼和知识内化。但是，仅仅依靠个人的努力和自律，真的就足够了吗？我们前面讨论了那么多系统性的风险，比如 A/B 测试陷阱、认知阶层分化，这些好像不是靠个人更努力就能完全抵抗的。你这个问题非常关键。来源材料在提出个人策略的同时，也明确指出了个人主义解决的方案的局限性。在强大的系统性的力量面前，仅仅依靠个人的美德和努力，往往显得非常苍白无力。感觉像是逆水行舟。对，举个例子，就像有些旨在消除种族不平等的政策，如果只是采取色盲原则，假装大家起点都一样，而忽视了历史上长期存在的结构性歧视给某些群体带来的系统性劣势，那么这种政策往往是无效的，甚至可能加剧不平等。忽视系统问题，只靠个人努力是不够的。同样道理，在一个由强大的 AI 算法驱动的，其商业模式天然就倾向于最大化用户参与度，而这往往意味着鼓励分心、浅层互动和信息过载的信息生态系统上，仅仅告诫个人要更专注、更努力地进行深度思考，这无异于让一个人在巨大的洪流中凭借个人力量去逆涌。不是说个人努力没用，而是说当整个系统的设计初衷可能就在鼓励分心和被动消费时，对抗这种系统性力量的难度是极大的。是的，环境的影响太大了。
那既然个人努力有局限，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系统性因应思路呢？这里可以借鉴一个在公共政策领域很有影响力的原则，叫做目标性普遍主义。目标性普遍主义，这又是一个新概念。这个概念是说，我们应该设定一个普遍性的目标 （universal goal）。这个目标是适用于所有人的。比如，我们希望建立一个认知健康、人人都能被赋能、共同繁荣的社会。这是一个面向所有人的普遍愿景。目标是普世的，但是要实现这个普遍目标，我们不能采取一刀切的普遍性的策略，因为不同群体面临的障碍和起点是不一样的。我们需要采取有针对性的策略 （targeted strategies）， 去特别关注和帮助那些最容易受到负面影响、处境最不利的群体，设计出能够明确抵消那些导致认知萎缩、机会不均等的系统性力量的政策和工具。普遍目标，精准施策。对，比如在 AI 的背景下，普遍目标是提升全民的认知能力和福祉。但是实现这个目标就需要有针对性的策略，比如专门为那些更容易受到算法操纵、更容易陷入认知卸载陷阱的群体，可能是老年人、低学历人群或者青少年，提供专门的教育资源、保护性工具或者政策倾斜，帮助他们跨越障碍，最终也能达到那个普遍目标。这样才能更有效地解决系统性问题，而不是让差距继续拉大。正是，所以应对 AI 挑战的方案，必须从个人层面的建议上升到系统设计和公共政策的层面。我们需要思考如何设计一个更有利于认知健康、更能促进公平发展的宏观环境。那具体可以有哪些政策层面的考虑呢？来源材料有没有提供一些框架性的建议？有的。综合来看，我们可以勾勒一个迈向认知与社会韧性的政策框架，可能包含以下几个方面：一、教育改革，这可能是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一环。我们的教育体系必须进行深刻的改革，不能再仅仅是灌输知识了，必须将批判性的 AI 素养、理解 AI 的原理、能力边界、潜在偏见，以及如何利用 AI 进行深度探究，而不是仅仅获取浅层答案的原认知技能，比如反思自己的学习过程、评估信息质量，置于课程的核心地位。要培养学生成为 AI 的明智使用者，而不是被动的接受者。教育要跟上技术的发展。二、经济政策。AI 带来的生产力提升是巨大的，但如何确保这些收益能够被相对公平地分配，而不是进一步加剧贫富差距，这是一个核心的经济政策问题。可能需要探索新的所有权模式，比如数据所有权、AI 模型收益共享，改革税收制度，比如考虑对自动化替代人工的企业征税，用于支持失业者再培训或社会保障，以及建立更强大的社会安全网，来缓解 AI 对劳动力市场的冲击，缓解社会不平等。让技术发展惠及更多人。三、技术治理和心智的信托责任。对于那些开发和运营强大 AI 平台的科技公司，我们必须建立起超越最大化用户参与度或最大化利润这种单一目标的治理框架。可以考虑为这些公司设立一种类似于心智的信托责任 （fiduciary duty for the mind），就像医生对病人负有健康信托责任，律师对客户负有法律信托责任一样。AI 平台也应该对其用户的认知能力和心智福祉承担起某种信托责任。心智的信托责任，这个提法很新颖。这意味着平台有义务去设计和运营他们的系统，以保护用户的认知能力、注意力和批判性思维，而不是损坏他们。需要有机制来评估和惩罚那些助长成瘾、传播虚假信息、导致认知衰退的设计模式，将用户的长远福祉置于平台的短期商业利益之上。这当然很难实现，但方向值得探讨。对平台提出更多的伦理要求。四、认知环保主义 （Cognitive Environmentalism）， 这是一个更具前瞻性的想法。类比于环保主义运动，我们可能需要一场认知环保主义运动，来保护我们宝贵的内部世界，我们的注意力、思考能力、心智空间，
免受信息过载、算法操纵和认知污染的侵蚀。认知环保主义，保护大脑环境。对，你想想，工业革命带来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也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AI 革命在带来生产力巨大进步的同时，也可能产生严重的认知层面的外部性，注意力资源的耗散、深度思考能力的萎缩、公共话语质量的下降、社会信任的侵蚀、文化品味的庸俗化等等。技术进步的认知副作用。如果仅仅依靠个人自律，就像在污染源头不加控制的情况下，让每个人自己买空气净化器和净水器一样，效果是有限的，而且不公平。从逻辑上讲，我们需要开始将我们集体的认知生态系统 （collective cognitive ecosystem） 视为一种需要被保护的有限的公共资源，把认知环境当作公共资源来保护。是的，这可能意味着需要制定类似环保保法那样的政策，比如对那些设计成瘾性算法、明显伤害用户认知健康的平台或产品征收智力污染税或进行处罚，要求新的有重大影响的 AI 技术或应用在发布前提交认知影响评估报告，评估其对用户注意力、思维能力、社会互动可能产生的潜在风险。甚至可以考虑划定一些精神矿业保护区，比如确保学校、图书馆等空间或者一天中的某些时段能够不受算法的干扰和操纵。哇，认知影响评估报告、精神矿业保护区，这些想法很大胆，但也确实点醒了我们要把问题从个人自律提升到公共健康和系统治理的高度来看待。对，只有系统性的变化，才能真正有效地应对系统性的挑战。个人努力和系统变化需要双管齐下。好了，我们这次的探讨可以说相当深入了。我们从那个有趣的莫拉维克悖论出发，一路聊到了具身认知对于理解智能的重要性，然后剖析了 AI 那种短暂心智的本质，以及它和我们人类自我认识的复杂关系的对比。从物理到心智。接着，我们借助伯登的框架，解构了创造力这个概念，区分了 AI 和人类在不同创造力类型上的差异和潜力。对，避免了简单的二元对立。然后，我们直面了 AGI 可能带来的美好愿景背后潜藏的认知衰退、A/B 测试陷阱、社会不公等风险，并探讨了像麦金泰尔德性伦理学这样的价值锚点。风险和价值重估。最后，我们讨论了应对策略，从个人层面如何更智慧地使用 AI， 比如把它当作苏格拉底，到认识到个人努力的局限，强调系统性变革的必要性，比如教育改革、经济政策、技术治理，甚至提出了认知环保主义这样的概念。是的，个人与系统相辅相成。如果要总结一下这次探讨的核心洞见，我觉得可以说，AI 在具身物理领域和抽象认知领域发展的不均衡，莫拉维克悖论，以及它在心智层面呈现出的短暂和无我特性，还有它在创造力上组合探索强而转换弱的表现，这些看似不同的现象，其实并非孤立的技术问题。它们是关联的。对，它们可以被看作是同一场深刻的技术革命，在冲击我们这个由亿万年进化塑造出来的极其复杂的人类智能堡垒时，在不同的战线上所呈现出的不均衡的进展和遭遇到的不同性质的阻力。物理堡垒、感知动作和内在堡垒、自我意识、意图性、存在体验，目前看来比纯粹的逻辑计算堡垒更难攻克。不同战线进展不一。而要想成功地驾驭这个充满变革和挑战的时代，我们需要一种双轨并行的策略。一方面，在个人层面，我们需要培养高度的自律、批判性思维能力，以及明智地使用 AI 工具进行深度学习和创造的能力，而不是被其降级。提升个人素养。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个人努力的局限性，着手设计和推动集体的系统性的应对方案。这包括我们刚才讨论的教育改革、更公平的经济政策设计，以及可能需要建立必要的认知环境保护法规或伦理规范，来确保技术的发展最终能够服务于人类心智的深化、社会的公平和共同的福祉，而不是被短期的商业利益或无意识的习惯所绑架。个人修炼和改造环境两手都要抓。说得非常好。
那么，在这次深入探讨的最后，我们想留给你一个问题，一个可能没有标准答案，但值得我们每个人在未来持续思考的问题。当我们日益将我们的认知功能、记忆、分析、决策，甚至是我们一部分的创造过程，外包给越来越强大的 AI 时，我们作为个人以及作为一个集体，该如何主动的、有意识的去设计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学习方法、我们的工作模式，乃至我们的社会结构，以确保这种强大的技术赋能最终导向的是人类心智的深化、人类智慧的增长和人类社会真正意义上的繁荣，而不是一种我们自己选择的、看似舒适便捷，实则导致我们能力萎缩和价值空洞化的自我降级。这或许是我们这个时代每个人都无法回避的最重要的议题之一。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